Hello，大家，米娅塔罗开课咯。米娅塔罗现在有线上的占卜课程了。这一堂课呢是给新手或是对塔罗曾经有接触，但是还没有完整头绪的人所开设的。在这一堂课中，你不仅可以开启连结神秘世界的通道，也能够发展成第二专长，帮助别人变成你的副业。那这一堂课呢，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开始，介绍塔罗的起源、塔罗的神秘背景、Major Arcana、Minor Arcana， 还有如何呢和你的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让你的牌拥有专属的能量。第二个部分呢是解读塔罗的神秘语言，我们要如何去解读塔罗牌，去听见塔罗牌的对话呢？有直觉的解读法跟理性的解读法。那在这一堂课中，不是要让大家死背印记，而是透过直觉力的开发，让大家可以跟塔罗直接建立能量的连结，你的解读就可以更加的顺畅，更加的精确。接下来第3个部分就是实战演练了，3张牌、5张牌，以及如何用塔罗的牌阵从爱情、人生到事业各方面去实战的解析，透过这些实际的案例、实际的演练，让大家在学完之后可以直接的去运用。那最后一章呢，也就是整个课程的一个亮点。这堂课呢，结合了塔罗跟丰盛能量，还有吸引力法则，让大家可以透过塔罗转化限制性信念，开启内在的丰盛，吸引更多的机会跟财富。也就是说，这门课啊，不单单是要教大家塔罗占卜，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塔罗来探索自己，吸引丰盛。无论你是新手，或者是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这门课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砖。那目前呢，这门课正在预购优惠中，预购结束之后呢，价格会调涨，请大家赶快把握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人生的新篇章。在什么时候呢？你会有一个华丽的转身，会展开新的一页，有什么新的事物要降临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一组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的状态。看起来啊，你看第一张牌是一个好像唯我独尊的国王，很有自信的这张牌哦。要么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一点点高傲，就是有一点点冷，可能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啊，你不是这么的融入，你喜欢去观察别人，或是你心中会觉得说，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也许你并不会认同大家。我觉得你们对于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还蛮坚持的。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曾经遇到过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哦。就是要么就是你们本身自尊心很强，爱面子，脸皮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遇到一个比较喜欢去控制你的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是国王啊，你要去听他的话，服侍他，什么都是以他为主。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要比较小心翼翼，看他脸色，好像哪一句话说的不得体，然后让他不高兴，就会有一些情绪暴力等等的。所以呢，这组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对应一下，是你们自己脸皮比较薄爱面子，还是你真的遇到这种自恋型人格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本身的个性使你们比较不容易
融入群体，有一个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或是你常常有一种觉得被孤立，觉得身边没有人真的了解你，没有人真的爱你。也许你有名义上的这些家人、朋友，甚至有伴侣，可是你总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谁是可以无条件的信任、无条件的去爱，或说在不管任何时候都能够去接住你的呢？你可能常常会觉得没有人真的懂你，或是你没有办法对一个人很真诚的去相信，很真诚的去敞开心房。也许是因为你真的是有一些独特的想法，你觉得跟别人讲，他们也不见得会去接受。久而久之，你就把心中的这些想法都去闷在心里面，你也不想讲，不想说了，因为讲了说了，好像沟通也无效。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心境上可能有一些孤单，但这个孤单你看这个女生她是在望向远方的，她的前方是透着光亮，这么黑暗的房间，但其实是从窗外有透着光亮照亮她的脸，虽然她是背对着我们，但是我觉得你们虽然处在这种孤独的环境中，你还是渴望有哪一天有一个人牵起你的手，或者说你渴望在哪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想要跟他在一起前行，然后可以互相的去信任。有一些朋友甚至我觉得你们是被困在一段不开心的关系很久了，但是因为当下的状态你其实难以脱身，也许你们有小孩，也许你们有经济的纠葛等等的，因此呢你内心就是有一点点像说期待哪一天这个状况可以被打破，期待哪一天你可以遇到一个真的让你的心不再孤独的人。好，接下来这张牌我倒是觉得很多朋友你可能工作上有一些负荷是超出你现在所能够去承受的啦，可能你觉得你想要把事情做好，因此你就无形之中给自己很多的压力，你甚至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些杂事这些负能量才不要再往我身上丢。感觉上你们很忙碌，就是休息的时间睡眠的时间比较少，有些朋友则是你在学校你有一个需要去完成的专题，或是你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你在准备什么样子的考试资格考，或是你要去毕业，有些朋友则是你要去争取一个入学的资格，或是你再去争取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至于你有好多的知识要学习，或者说有好多的技能要学习等等的，让你们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你当下已经有很认真的去学习和很认真的去准备，但是你还是觉得心慌慌，你还是觉得有更多你好像没有看到的，你永远都看不完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总结来讲，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心是比较孤单的、孤独的，然后可能曾经真的是被一个自恋型的人格的人用了不好的手段控制，或者是说你们本身在感情上是比较高冷的，就觉得说要在一起，其实你会想很多，需要通过你的一些关卡、考验等等的。好，然后有些朋友有这种工作负荷量太大的一个状况，要注意身心灵哦。好，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讯息有符合你的话，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新的能量哦？好，转动的轮子，无为之道，金钱能量流，很不错耶。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首先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不是说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一无所有，而是你们有点像是没有达到100%的一个满意，就是可能生活中方方面面有一个地方是你特别
想要，但是就特别得不到的。可能就是有些人事业是 OK 的，但是感情就是很缺乏。或是有一些人哦，你们有一个感情的对象，但是你期待他其实是可以给你很多的金钱支持，比如说你期待一个很有金钱实力、很会赚的另外一半，但是事实上你身边的这个人不是如此，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希望你的感情是可以长长久久有一个亲密的爱人，但是可能实际上你的恋情是比较短暂的。有些朋友则是你可能想要有孩子，或者说希望孩子可以更亲密，可以就是常在你身边左右，但是没有去达成愿望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你们生命中有一个你们最想要的那一块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被满足到，但并不能说你们过得不好。从这个滚动的轮子啊，你就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的生活，你们的生命就像脚踏车一样，你如果想要保持平衡，你就必须要继续的前进。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告诉你说，不要因为灰心丧气而停下来，不要因为感到孤独而停下来，不去寻找，继续的往前走，往前走会有很不一样的风景哦。比如说，如果你们想要开车去登上某一个高山，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它可能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它是有一个蜿蜒的过程。在这样子的蜿蜒过程，你感觉上你好像一直在绕，一直在绕，看不到尽头，觉得自己没有在进步。但是其实，当你往上开，当你去绕这个山路的时候，你整个高度已经不同了。虽然是同样的风景，可是你看出去，因为你的高度不同，你看出去的景色也完全不同。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其实要去鼓励你持续的前行。当你持续的前行，持续的前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每一天都有在进步，每一天都有在前进，每一天都可以看着自己能量的更新。同时我也觉得这一组朋友往前走，前方会有你想要的，你会越来越去接近你的一个目标所在。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大家都不要灰心丧志，只要你活着，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希望。如果你曾经被落井下石，曾经被一些刚刚说过，在感情上，在生活中被一个就是这种很骄傲的人，什么事都想要去强压你的人欺负的话，其实你们真的就是要继续的前行，继续的好好的活下去，因为你过得好，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反击。如果你过去曾经在感情中真的因为世人不清而伤心难过，世人不清，因为选错人而陷入一个没有尊严的这种情境地步，觉得很不开心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大家不用去为了那一个人的不好，不用去为了那一个人的错，持续的把这个人的能量放在心里来惩罚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很大的能耐，你们绝对可以继续前行，绝对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去拿回，去赢回原本属于你的一个幸福的人生哦。好，接下来是无为之道。好，这一张牌啊，我觉得其实跟这张牌有点对应，也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要拼命工作？你拼命工作应该是有一个目的，想要让自己开心，想要让自己过得好。那你们现在过得好吗？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很不舒服、很惨呢？宇宙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未来的3到6个月内，你们的能量会有一个很大的更新、很大的转换。你们会得到太极的智慧，所谓太极的智慧，就是为与不为之间的一个美好的平衡。可能你们前面真的是接了太多的工作，负载过重了，这个你的电脑都要断电了，你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转了。而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去寻找幸福。到底幸福是什么呢？你想要获得幸福的人生，一定要耗那么多的时间埋首在工作，牺牲自己的健康、家庭或
休闲娱乐上吗？如果你减少一些工作的时间，或减少一些压力，你就会没有办法成功，没有办法幸福呢？幸福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里的讯息在告诉大家说，并不是说你投入的时间比较多就是比较好，或者说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揽过来就比较好，而是其实大家身旁有很多事情是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去说拒绝，你可以说不，你要去学会拒绝他人，甚至你要去学会做出一个选择，是你要去接收什么样子的资讯。现在的资讯爆炸，每一天你从早上起来手机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讯息涌进来，到底哪些讯息是你需要的，哪些讯息只是占掉你的脑容量呢？大家必须要对一些不必要的讯息去说不，而你们要把注意力去放在真的对你身心灵有益的事情上。而且如果你们同时接了太多的任务的时候，你大脑很容易出现这种认知资源不足的情形，所以呢，你们有可能就是同时接了很多的任务，反而你的效率会减损，效率会降低。所以大家要去管好自己的注意力，真的，你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跟你所爱的人事物身上哦。你的大脑要去做一个对你有利的选择，而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接下来真的不会去再当烂好人。别人请你帮忙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去明白你自己的能耐，或者说你们接下来就是会这么做，你会去明白说，哦，这件事情真的是举手之劳吗？就算是举手之劳，我愿不愿意去做呢？如果不愿意，就算很简单，你们也会说不，那你会去衡量考量说这件事情究竟你可不可以去帮这个忙，你自己去评估，不要为了表面的和谐去委屈自己。这组的朋友看见你接下来真的会在心中画出一个很清楚的人我界限，它是一个很明白清楚的界限，让别人去尊重你做的每一个选择，你尊重他的选择，他也尊重你的选择。所以呢，你去画这个界限之后，不代表说我都不去跟别人交流，也不代表说你们都不去帮别人，而是在你最舒服的情况，你可以去跟别人交流，可以去做出一个要帮或不帮的选择。不管你的选择是如何，别人都会去也尊重你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人际关系上会去舒服很多，你们会照顾好自己。很重要的是，你可以照顾好自己，你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你就不会去好像很需要别人来关心，你就觉得为什么他不多陪我一点？为什么不他多体贴、多付出、多看见我的辛劳？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对我？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真的不会再去问这样子的问题，而是回归于你自己，你自己跟自己在一起，自己跟自己相处在一起，你就觉得很舒服了，你就觉得你其实内心就可以去，你自己是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去要求别人，或者说一定要去抓住一个人才能够让你获得平静跟平安。还有当你们进入了一个无为之道，其实跟你同频的灵魂自然而然就会来到。你看旁边有2只小鸭子，跟这个小女孩一样，很舒服的躺在地上，很舒服的晒太阳，看着天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未来3到6个月会呈现的心灵的一个状态哦，非常平和，非常和谐哦。你们不会为了去得到一个虚名，或者说得到别人的赞赏，得到别人的一个好评，或者说想要去证明你自己，而去做一些你其实并不这么想做的事情，因为那个是一个无意义的耗损能量的行为，你们不会去那么做了，因为你们也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了，你们不要去玩别人的游戏，你们也不要去做一些无意义的竞争，你的时间有限，你知道你不要去模仿别人，也不要去过别人的生活，而是这一组的朋友，你要去倾听
自己内心的声音，有勇气去追随自己内心的一个直觉。我看见这个就是未来你们的一个能量哦。好，我们下一张牌是金钱能量流。看到金钱能量流这张牌，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感觉上就是听到这个钱的声音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在于你跟金钱的关系。你跟金钱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在前一个阶段，无为知道这个阶段哦，你们会去清除一些不好的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去准备考试，但是却考得不好，没有考上心中理想的学校，也许在你心中你会有一个信念是说，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得到回报，或是说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所以你之后如果再遇到类似这种考试啊或竞赛的场合，也许你就会这样子，同样的信念会浮现出来，让你觉得很紧张，就是之类的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在前一个阶段会被清理，会被扫除。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阶段，你们进入的是金钱能量流，万物皆频率。金钱跟财富也是一个振动频率跟这个能量的波动哦，而你自己意识层面对于金钱的信念，然后就会去决定你如何吸引金钱能量流。所以如何去察觉你对于金钱的感受跟想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呢，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可以致富的，只要你们心中有这个致富的觉察，只要你们心中去相信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去培养一个点石成金的财富的脑袋，创造财富金钱的流量，去打开这个密码，过上一个真正丰盈跟富足的人生哦。你们在未来的人生，我觉得你们会非常过得很游刃有余，你们会过得非常的舒坦，过得非常的舒适。过去你可能活在别人的认知中，或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可是接下来你真的会去认真去想说，你究竟想要活出什么样子的人生，究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自己，这种觉察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生活方式，你究竟对于这个世界，对于金钱，你的观念是什么？你真实想要去体验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都会去思考，你们都会去看见，也都会去明白。也因为这样子的明白，你能够有更多的机遇跟更多的机会。你们过去对于金钱的认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认知呢？有些人你们可能过去有一些仇富的心态，或者是觉得说有钱人赚到这些钱都是邪恶的，或者是用一些比较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说你把花钱跟什么样的信念连接在一起，是满足自己，还是浪费奢侈，还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子花钱呢？如果你把你的金钱的这个付出当作是一种金钱的流动，你今天付出代表说，其实你去感谢某一个人提供了这样子的服务商品，或是去满足了你的一个需求，这样子的付出，你钱花出去之后是快乐的，而且钱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上。当你对于赚钱跟有钱这个观念转变成非常积极、非常热情之后，看见这个金钱能量流，它其实就会让金钱变成是你的好朋友，变成是你喜欢的样子，因为你对于金钱的观念是正确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会有源源不绝的金钱流向你。好，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点燃心之火光。还有这一张牌是我们的21号牌盖亚。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是，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情，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达成。这一张牌现在就在说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关于这一组朋友，你们跟宇宙下的订单，关于这一组朋友，你们心中心心念念所渴望的事情，全宇宙都要联合起来帮你达成。所以大家，你渴望什么样子的人生呢？你有想过吗？或者说你现在最想要完成的事情，最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们接下来内心的这个火光被点亮，再次点亮。如果你过去觉得你的人生没有希望，你不敢去梦想，不敢去转变，不敢去做梦，不敢去期待，或是你觉得身边没有资源的话，接下来一切都会被翻转。你们确实有能力去改变，确实有能力去前进。我看到你会真的好好的去生活，用心的去生活，用心的去追逐你内心的这个火光、火花。你究竟是谁？你究竟想要什么样子的人生呢？你希望你这一辈子有什么样子的体验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会去展开一个很美妙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也许有一些预期跟不是你预期的体验，但是你们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同时，我看见你会去倾听自己的内心，去调整有关于你真心所想要追寻这个事情的答案。就是随着你们前进的过程，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思考，不一样的选择，因而你的方向跟你对于人生的回答会改变。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每一个人，你们心中独一无二的这个心之火光会照亮你前行的路。每一个人想要走的路也都不一样，你们并不需要活在他人的眼光跟社会的价值中。你是你自己，你是自由的。也许这一组的朋友，你会越来越顺随心中的这个渴望去穿你想要穿的衣服，做你想要做的打扮，或者是说，你会真心的去投入之前你非常想要投入的事情，一个领域，一个学科，一个学习，或者是说你在感情中，你就是有什么样子的追求，往那个方向去前进。或是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心中很可能在期待着你可以去自由，你可以达到这个就是无拘无束的一个状态，你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而这件事情究竟要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能够去提早完成你的梦想，它其实都能够去看见，都能够去知道，都能够去执行的。在这样子前进的过程中，新的机会跟新的这个贵人，好的能量自然而然会到来。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是有资质的，你们本身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你们绝对不会被埋没的。会有人看见你，会有人帮助你，甚至会有一些机会主动的来找到你，主动的邀请你去做这个职位，或者是因为看见你优秀的特质，给你一份很好的合约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再是孤独的，你们会被看见，而且你们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是非常辽阔、非常广阔的。我看到你们之所以会抽到这张牌，代表说其实你心中绝对不是想要浑浑噩噩的去过每一天。其实你对于未来，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的抱负，你想要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你也给自己规划了一些目标。只是我觉得过去很可能第一个，你们就是有太多事情要忙，甚至很多事情不是你的事，你是在忙着照顾小孩、照顾家人，或者是帮助原生家庭等种种的，或是去帮别人就是收尾，然后因为这样子就是耗尽你本来应该去专注在你梦想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刚刚说了，在这个职场环境中，在生活环境中，有一些人他就是很不友善，他就是高高在上，他就是想要去批评你说，我觉得你不会成功，或是想要去贬低你说，你很笨啊，我比较聪明，你要听我的。所以在那样子不好的能量，即使你再聪明也会被贬低，即使你再有想法，他们也不会让你出头。就是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不好的体制，甚至会让你失去了翅膀，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有些朋友就是在感情中，因为这一段感情去拔掉你的翅膀，让你本来可以去发挥的，让你本来是有自信的，好像都因为这一段感情而蒙上了一层灰，因为你受到了打压，因为这个人去给你造成很多情绪上的负担等等。而现在移除了这些不好的能量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整个真实的自己
就展现出来了，这个优秀真实的能量，你美好的特质就再一次的显现了。那要怎么样移除呢？其实就像前面所说的，你们真的是不断的往前走，你不用去管说你觉得自己走得很慢，觉得没有在前进，真的你往前走，走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你确确实实不一样了，你确确实实去移动了，而你身边也会有人。当你在这个小岛上、孤岛上，你去提这一盏灯笼，你去，就是你本身会发光，再加上你手上有这个灯笼，其实会去吸引贵人，会去吸引一个好的能量来帮助你，来找到你，来对你伸出援手，他就是要来帮助你离开一个孤独的状况，他就是要来给你资源，给你一个很大的舞台，让你去发挥，他会解除你过去的一个痛苦，因为你们以前可能是有志男生，或是你有一个很美好的特质，可是就偏偏你遇不到好的对象，一次一次在感情受伤，而你今天有一个翻转，就是这个人也许他就是在感情上一个很温柔体贴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一切的真心真意都获得了最美好的回报，你可以安心的谈一场很舒服，也是符合自己心中期待的这种理想的一个感情。那有些人只是在职场上，你去说出的意见，或去你提出的这个方法明明就是对的，可是过去那一些人的认知不同，或者说他的理解没有到这个程度，而一直觉得你是错的。现在你的舞台整个被打开了，你的美好跟你的实力会被看见，也会被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上，所以你们不再会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不再会有这种情绪的黑洞，过去那种不好的伤害真的已经过去了。而你们的下一张牌是21号牌，21号牌是盖亚。盖亚是什么能量呢？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她有非常崇高显赫的一个地位，代表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未来其实是很丰盛很富足的，因为盖亚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地球元素的能量，它是代表心灵上的一个被呵护、被关爱，跟疗愈力、跟复原能力有关。同时，它也是一个守护海洋、守护森林的这个女神。所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跟大地、会跟这个自然有更多充满爱的连接，你们更会照顾自己。也许你会用一些精油啊，透过这个精油来放松身体，或者是你会去种一些花草植物跟植物亲近，也许是你的一些小宠物，从这些宠物的能量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而且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曾经跟你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纠葛，就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些纠葛的话，盖亚女神她会勇敢的，会支持你勇敢的去面对原生家庭的一个创伤，特别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愤怒，它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但是抽到盖亚女神这一张牌，它会帮助你，首先是疗愈你跟母亲的关系，再来是疗愈你跟父亲的关系哦。不论你们现在的关系看起来如何，我觉得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就是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会能够比较平静，不会有些人好像待在同一个空间就很烦躁，会想要去逃离。接下来盖亚女神这一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我看见你们接下来会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温柔的去对待自己，你们会包容自己，原谅自己，更加温柔的对待自己，因为你们首先爱自己之后，你才能够有能力去温柔的对待这个世界。所以当你犯错的时候，你不会立刻去责备自己，觉得说自己怎么犯错，觉得很丢脸很紧张，而是你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就是犯错只要再把它改正回来就好啦。我看到你们会用一个鼓励的心态而去取代一个这种批评的心态，所以大家觉得很难过或者说撑不下去的时候，要赶快去连接盖亚女神的能量，它会给你很大的温暖，很大的一个转机，它会帮助你找回你内心最原本最真实最闪亮的一个部分。
而我看见你们也会非常踏实，一步一脚印的去迎接你的丰盛，特别是关于金钱、关于事业，你们真的是一步一步、一砖一瓦，最后去达到一个很不平凡的境界，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组朋友，我看见其实你们做事是踏实的，你们做事是谦卑，是一步一脚印的，你们会把细节去顾好，你们也会去达成一个别人建造不了的一个美好。虽然最后都是成功，可是你的成功，或者说你建造的这个城堡，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排列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会有一个很独特属于你成功的标志，或者说很独特属于你的一个赚钱的方式，是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面的牌，我们出现了什么？火凤凰，哇，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森林中的一个小径，还有这个夏天守护者的灵魂，夏天守护之灵。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火凤凰的能量。火鸟在森林中哦，它有一座山在这个森林的一个背景中，然后下面呢升起了熊熊的火焰。这是一只凤凰，它飞越了这个火焰。它很可能当这个火焰就是越升越高的时候，可能把这只凤凰灰飞烟灭，把它烧尽了。但是呢，这一只凤凰它会重生，它会从这个灰烬中重新的升起。当它升起的时候，身上会闪耀更加鲜明的一个色彩，而且它能够飞得更高，它非常的有自信，它会比第一次飞得更高，完完全全的去驶离这个障碍物。这张牌出现，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期待在半年内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会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的，而这个变化是很棒的。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改头换面，可能是在这个外在的形象或者工作上，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进入到一个你很喜欢的职场的环境。旧有的你已经被摧毁了、消灭了，你接下来要去迎接一个新的未来，就是这个老旧疲惫的这个能量状态远离你了。我觉得你们接下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然后也追随自由的一只火鸟。你们生命中有一些重大的变化会来到，有一些事情看似在完结，看似在收尾，可是这个完结跟收尾，它也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会进入人生的新篇章，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也许在生活中有一些地方你看似混沌不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还在一个不上不下、卡卡的一个阶段，但是你们绝对可以重新的复活。你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看见复活之后、重生之后的美好，它是非常有力量的。有的时候在沉潜的时期是要让大家去想，让大家去休息，让大家去蜕变。经过这个阶段，你们绝对会飞得更高，跳得更远。好，接下来呢是弯曲的小径哦。当你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就很像走在一条弯曲的小径上，不确定下一个转弯处，在生命的转弯处会出现什么。可是这一组的朋友不要担心，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你是非常享受你的生命，享受当下的美好。你会去有时间、有空闲、有闲暇去看，去凝视这个树间光与影的一个交错。你有时间、有精力去深呼吸，去体验森林中清晰美好的空气，你会很安心、很信任这个宇宙。你知道一切都运行得很好，你不需要很着急，一定要很急着去赶路，很急着去
到达目的地，相反的，你享受这个过程。当生命生活有的时候在你面前展开的是一条曲折蜿蜒的道路，你们可能会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嘛，这个轮子转动的轮子就像爬山一样，它是蜿蜒的，它是一直绕着，看似漫无目的，看似看不到前方，但是其实这一切宇宙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不要绝望，不要放手，你就是继续往前走，继续去看这条路要带领你去哪里。你不需要拥有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装备才往前走，你也不需要去确认说你未来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子很惊人很惊喜的东西在背后才要往前走。事实上这张牌就是请你放手，请你去享受这个旅程，你将会去达到对你最有利的地方。这里的能量有点像是说，你本来所设定的这个目标或者方向也许不是对你最好的，所以宇宙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给你暗示，让你去调整。就像我前面说的，也许你们在体验的过程中，你会去改写，去调整心中最后的那个目标。比如说你们想要的是一个幸福的感情，可是也许你原先设定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条件是就是你本来的那个清单是不会让你去达成最后幸福的目的。宇宙其实就是要让你在这个蜿蜒的过程中，让你去明白说，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调整才是对你最佳有利，最佳就是对你是最好的。所以在这条路的过程中，请你们不要去抗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你往前走，这条生命之路绝对会带你去你需要去的地方。你们不需要着急，也不需要去抗拒，你只需要去放手，投入其中，享受这一段旅程。放手不是放弃，因为放弃它是带着不甘心、悔恨跟生气，可是放手是顺其自然，让这一切流动，让这一切发生，心甘情愿的让它发生。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牌是夏天的神圣的守护者降临了。这一张牌，苹果树上满载了这些闪耀成熟的红色的果实，还有蜜蜂啊在这边嗡嗡作响，嗡嗡的飞舞，还有这个鲜艳的漂亮的黄色的这个小鸟。所以整张牌其实是非常有生命力、活力，它代表了健康、成功、丰盛跟疗愈，正在你们的生命中发生，正在你们生命中扩展。这个夏季的能量进来了，夏季的能量是一个激情的能量，把你们朝着梦想的方向推进，全身心的投入到你想做的事情，你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去投入，不是远远的看，而是真的要身体力行的去投入，去做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毫无保留的去做，积极的朝着你梦想前进。因为接下来你就可以去收割这些丰盛的果实，你的努力绝对会带来丰盛、富足跟美丽。你最后可以去享用你辛勤工作的一切，你最后可以去庆祝这一切。还有我这边很重要的讯息是，你们建立的这个系统，它不单单只是让你自己可以富足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传承下去的能量，它可以帮助到你的家族、家人跟你身边周遭的人。就像你种了这棵果树一样，它每一年都会发芽，每一年都会采收，每一年都可以去享用这些丰收的果实，就是由你开始，由你种下了这一棵美丽的苹果树。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最后的牌。哇，我们又抽到了这个火凤凰哦。你看，同样两张牌，我觉得你们内心其实已经很期待说，你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生活，跟过去告别，有一个很剧烈想要改变的心态出现在这一组。所以我们抽到两张火凤凰的牌，一次又一次凤凰燃烧死去，然后重生。所以你们生命中也许经历了这一种
不止一次的死去又重生，不止一次的这种跌到低谷又重新爬起来，重新振作的过程。这样子转变的动态可能在你的生活中曾经发生，或者是说正在发生。无论你目前或者说过去在哪一个方面遭受到苦难打击，或是你在某一个状态某一个领域觉得很崩溃，宇宙都想告诉你，其实这就像凤凰一样，它只是转变的一部分。每一次的挑战都将帮助你进化、学习、成长，让你变得更强大。每一次的困境都将培养出你的同理心跟智慧。其实痛苦的存在也让你可以体验到未来喜悦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有痛苦的感受，你可以让自己不要去否认说我其实不痛苦，我没事。你要去经历，你要去接受，就像凤凰它投身于火焰一样，它深呼吸，它感到痛苦，它允许自己去在这个进化的火焰中被洗涤，然后再重生。所以这组的朋友，重点在什么？重点绝对是你们可以再重生，重生后的能量是无人可以去抵挡的。你重生之后会比过去的你更加的有力，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美好。好，下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它是一个总结的牌，也毕业了。好，这一组的朋友啊，经历了前面的那一些阶段，就是我觉得在半年到1年之间呢，你们会有一个毕业典礼吗？好，你已经完成或者说即将完成一个学习阶段的循环了，所以你即将毕业咯。这个毕业是要让你去迎接下一个令人兴奋的冒险的旅程。所以也许有些朋友你们已经接收到这样子的讯息，这样子的惊喜，然后你就可以去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你们在前一个阶段中已经学习到你在上一个阶段需要知道的知识跟事情，你结束了一个情况、关系、状态或一个事业，你即将去展开一个新的美丽的阶段。如果你们深入观察，你会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张牌。我觉得其实出现这张牌，很多人心中应该都有一些联想，应该都能够跟自己生命中的某一些状况对应到，对不对？而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灵性上也有一个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也许你之前的学习过程是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但是现在你们会去整合体验，建立自己的一个框架跟模式。你会去有一个最终的追寻，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现在已经可以去释放所有不再有利于你的关系跟条件，你可以好好的去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并且实际的去执行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往前走，你们会有一些很开心的情绪在里面，但也会有一些担忧的情绪，所以这里是有一点混合的情绪的能量在里面，但是绝对不用太过担心。在这样子的能量流动中，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你们的任何灵魂的选择跟灵魂的发现，它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你们的选择，你们选下这个选择，按下这个钮之后，它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体验。即使你觉得过去选择错了一段感情，让你遭受到这个体验是你不想要的，可是这个东西终将完结，你可以去展开一个新的体验。你也必须去承认，你过去的这个经历有去帮助你，有去让你去增长智慧，有去帮助你在下一个阶段中做更好的一个蜕变。所以过去所走的每一步，所付出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在做事情上，或者说产出的成果作品都会更加的有品质。任何过去关于失败的信念、想法跟故事，你们都会重新的去调整跟转化，因为这些过去的失败其实有助于你的扩张、扩展跟进化。
没有任何失败是白费的，甚至任何失败的过程只是为了帮助你更靠近成功。即使是心碎的痛苦，即使是难过流眼泪，它也是一个机会，它让你去明白要如何去选择更加的善待自己，以及给自己留出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实体上的毕业典礼，或者说一个庆典的话，请自己给自己一个毕业的礼物。我觉得有些朋友的这个毕业来自于，也许你们是一个感情阶段的结束，就是说你们从男女朋友这个阶段毕业了，然后你们有举行一个婚礼，要去携手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或是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从这个就是这种小夫妻的状态毕业了，你要进入新手爸妈的阶段，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那你们给自己一份好的毕业礼物，像是什么美味的一餐啊，或是做 SPA， 或是度假，或是去旅游等等，或是举办派对等等，任何有仪式感，任何形式的一个庆祝都是可以的。那有些朋友的毕业，我觉得很像是退休啊，离开家，转换生活地点，转换工作地点，都是有可能的。那抽到这一张牌，我觉得真的是有各种仪式会发生，有些仪式是你们自己去迎接，自己去创造的，有些仪式是别人给你去加冕的哦。你成功了，你得奖了，你有这个舞台是别人帮你搭建的。这个也许不是毕业证书，它可能是毕业证书，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奖状，什么样子的一个清单，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格，去恭喜大家完成了前一个阶段，即将去迈入下一个阶段，或者说你即将去进入这个领域学习，你即将去获得什么样子的头衔，然后这个是你追寻的，你想要的，尊重自己的选择，并且为自己感到自豪。你们确实做到了，确实拿到了，也许这个就是退休的入场券，财富自由的一个门票。好，拿到了这个财富自由的门票之后，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光明璀璨的未来其实就在前面为你们敞开。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能量牌卡的一个讯息。那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按赞、分享或是留言。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愿望即将实现哦？人生会在哪一方面华丽的转身？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呢？好 ，Mask。Very protect，好，首先呢，我感觉到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好像有一种戴着面具在过活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你人生中可能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混乱，这个混乱会让你有的时候很开心，但有的时候好像心情又跌到了谷底，觉得自己很脆弱，很情绪化，变得比较敏感，心情会有很多高潮起伏的时刻，甚至有些朋友你们会晚上睡不好觉。那你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啊，我觉得会有喜怒哀乐这些的这个情绪，还蛮明显的，就是你不能一直保持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有时候心情很开心，但有的时候又好像会被拉到谷底，特别有的时候被拉到谷底的那一种低潮期、难过期、低迷的时期，好像又非常非常的久。那你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生命中有些事情啊，就是让你觉得特别不顺，特别的不开心，特别的卡。然后，其实在这么多的面具中啊，你看到笑脸它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开心的时刻是比较少的。然后有的时候有犹豫、有怀疑，甚至是有一种
在忍耐，也有一种害怕的情绪，可能你在晚上常常担心什么事情到睡不着觉，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烦恼，还有一些怀疑的感觉是，这个人可以信赖吗？这件事情可以信赖吗？或是这个人会不会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背后去偷了我什么样子的东西，有关于金钱，或是有关于什么样重要的资讯、重要的秘密？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防备心。然后另外我感觉到一个很生气很愤怒的能量，你这个愤怒啊，好像是你过去真的忍很久了，你就是一直都默默的吞下来，你现在终于到临界点，就是想要把所有的话都说出去，可能你也下定决心说你说完之后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是跟这个人划清界限，划清关系，所以你就是不顾一切的想要去说。那另外我觉得有些人你的这个愤怒有点像是对上天的，觉得说你会很生气，对于上天啊，你觉得你一直都是好像照着某一定的规章行事，或者说你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并没有做什么为非作歹，或者是什么很坏的一些大坏事，但是为什么呢？上帝好像就是去折磨你，或者说这个宇宙好像就是给你的人生很多的关卡，很多的欠缺。比如说有些缘分啊，好像可以在一起，却插了这个临门一脚，却有一些外在的这些阻碍。你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你被整个宇宙的一些规则，或者说被你过去学习到的一些道理给欺骗了，给欺瞒了。有一些人好像劈腿啊、外遇啊，但都没有事情，还过得很好，或是有一些人在道德上不如你那么好，也没有你那么样子的认真，可是他们却得到了你一切所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们有一点埋怨，有一点焦躁，有一点生气的想要跳脚，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的不公平呢？你很生气，你可能有很大的愤怒，甚至你也会把这个愤怒去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你就是想要跟某一个人抱怨，或是你觉得今天的遭遇的这些状况都是因为配合他，都是因为迁就他，也都是因为忍耐他，因为某一个人让你今天处于一个动弹不得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情绪上其实是有一些愤怒，甚至你想要去抗议关于人生的不公，或是关于某一些议题，你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太不合理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前人这样做，我们就要继续延续这样子不合理的一些做法吗？它可能包含了抗议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情，或者你是站出来为某一些弱势族群、弱势群体抗议，你可能就成为了某一些团体的这个代言人，可能你跟他们又同样有这样子的遭遇，而你比他们更勇于站在前面去说出来。可能有些人遭遇了这样子的打击之后，他就不敢说话，无声无息，或是他就是整个慌乱了，不知道怎么办。而你们呢，虽然也有迷惘，虽然也有低潮，可是我觉得这个愤怒让你想要往前走，让你想要有一些动力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你曾经吃了亏，可能你在某些事情上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或者是说你应该属于你的东西被抢走了，被拿走了，你可能曾经信错了一个人，这个人他信口开河，本来以为是一段美好的这种关系，但是最后他带给你的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好，你理解到了一些不好的事、不公平的事，
不道德的事发生了，你想要去说出来，演说发言，或是透过文字去传播，图文去传播，你想要去讲，到底这些东西虽然现在还找不到解答，可是你们就是想要把某一个现象去揭露，你看见的一些谎言、欺瞒等等的，你想要去揭露。好，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人哦，你们觉得你自己是不是被下了一些诅咒？少部分的朋友啦，我会觉得说你啊，会觉得你可能也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过去有深信某一些信仰，但是你信的这个信仰，你好像常常在这种怀疑跟就是要信不信的这样子怀疑跟相信之间拉扯，甚至你觉得会不会有人用什么不好的这个诅咒害你过得不顺利等等的。那现在这张牌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这一些不好的东西真的已经过去了。好，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呢，过去你觉得的这些负能量、坏消息，还有这种不好的人的这个纠缠，全部这些坎坷的经验啊，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烧毁了，都已经离开你了。甚至我觉得你们在去说出来、去发言、去发声，以及跟其他人做连结的时候，你们慢慢会去明白一些道理，就是其实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坏，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意思呢，就是说啊，其实这种福跟祸是互相依存的，它们是有依存关系的。有的时候这个福报，有的时候这个好事反而是因祸而生，就是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坏事中也有一些好的因子在里面，所以大家要怎么样子去看待呢？有时候你当下觉得这不是一件应该要发生的事，你当下觉得这个是一个苦厄，这个是一个你想要去排除的这个境界，你觉得是老天爷给你这个刁难，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境，其实恰恰好老天爷是为了想要让你去强大，让你去重生，让你去成长，让你去成熟因为经历过这一些我觉得你们的心会回归到更加的平静，不会再像是之前好像很容易就被一些小人的话语、言语、酸言酸语去让你心情有很大的一个起伏好，即使过去你曾经看错人、被人辜负等等的都没有关系。当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的时候呢，你就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你就是最大的一个利益了。好，这些你觉得被诅咒的负能量都已经过去了，别人对你做的不好的事，迟早都会回到他自己身上。好，还有。对，这一张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从今以后啊，不好的负能量就是停在这边了，不会再延续下去了。好，这些东西已经在过去完结了，你们的课题已经学会了哟，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自己的命运就是不好的，一定会去重复某一种轮回，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讯息这一组的朋友，关于学习，关于这个生活上，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发展会产生。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去以一个新的学习者的身份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中去开拓，去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
但是你们虽然是对你来说虽然是新的知识、新的概念，但是我觉得你很快就可以上手，好像你的骨子里就是跟这一方面的知识特别有缘分，可能在你的潜意识曾经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说在你的某一世中你也是有去学过这样的知识，所以在今生你再去连接到，虽然对今生的你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系统、新的这个技能，可是我觉得你们很快就会上手，而且会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做得非常的有兴趣，你能够很快的去掌握一些要领。然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的生命生活会更加的稳定和谐，然后这个稳定和谐还包含了我觉得感情上的安稳跟安定。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生命啊，并不是孤单一个人走下去的。你们的人生的旅程啊，可能之前经历了一些挫折跟磨难，可能去承受了一些辛酸、辛苦的部分，你自己体验的很深刻。可是经历了这些之后，这个痛苦的过程就像一个涅槃重生之后呢，我觉得你们会将一切看得非常的通透。在绝境过后，你会看见一个很光明的世界，就像这张牌说的这个 OK 一样，你们能够去通关，能够去战胜磨难。你们战胜磨难之后呢，其实你们就是一个无畏的勇士，你们就是成功者，你们就是天选之人，你们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人生对你来说一切 OK， 一切很好，非常顺利。而你身边也会出现一个稳定的跟你一起走的人，这个人来到你身边，他是要跟你一起去完成任务的，因为有些任务啊，在你今生你要去实现，可是它并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去实现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的任务是要组建家庭，是有后代，你是要去传承、去培育，或是有些朋友你们要去建立什么样子的事业，要在某一个领域做什么样子的推广，这个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去完成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如果有帮手，或者是有这个伴侣跟你一起去打拼，或是更好的。所以我看见当你活出你自己生命最光彩、最光明的这个本质的时候，其实你也会遇到跟你同频的这个灵魂，你们会互相滋养，你们会互相扶持，互相成长。而这也是宇宙要送给你们的一个很大的礼物。为什么宇宙要送给你这样子一份大礼？真的是要庆祝你度过了这些关卡。因为很多人啊，他在人生的迷茫跟困境的时候，他会选择逃避，他不一定像你们一样有勇气去面对，甚至有勇气去发言发声，或是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说出来，把这些负能量排除，跟他说不要再过来了。可是你们能够往前走，你们不会一直自怨自艾，你们不会把自己困住。每一次当你们面临这些困境苦难的时候，其实正是你思维能力的提升，正是你智慧的一个增长，你的人生又更加的升级。你的人生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其实又是一番新的一个天地。所以呢，你往前走，回过头来去看这些坑洞，曾经绊倒你的石头，对你来说真的只是小事一桩，那些障碍都已经不再是障碍了，它只是一些小小的尘埃，小小的灰尘而已。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会越来越顺心，越来越顺风顺水。好，再看一下，哇，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跟财富上的这个幸运有关哦。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宇宙真的是要去赐给你一个巨大的财富哦。这个财富啊，它不单单是从你的这个技能，靠着你的这种劳力去换来的，就是不是你的血汗钱，因为血汗钱好像很辛苦嘛，就是我要用我的时间去换钱，我要被骂，或者说我要
顶着很大的压力才能换这些钱。我觉得今天宇宙要给你的钱，对你来说是好轻松，是好开心。这个钱的能量是跟轻松、开心，而且是很大一笔财富的能量连接在一起的。它不单单是能够给你自己享用，也可以扩及到你身边的人、家人、爱人，甚至家族。以及我觉得这个钱它是可以去运用跟传承的。比如说这一笔钱可以给你去念一个学位，或是可以给你家族的某一个人去实现他的愿望。因此你们这个家族可能就出了第一个这个博士，或是做了什么样子的一番事业。就是因为这个钱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圆梦的基金，它是可以帮助你或你身边的人去圆梦的。它真的是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一个金钱而且它并不是血汗钱。也就是说，我觉得这笔钱并不是你很辛苦、很绞尽脑汁去省吃俭用换来的钱。宇宙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给你，但是它总额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它可能不是一次给，但是最后得到这个总额是很大的，足以让你吃喝不尽。这笔钱我觉得也会整个振奋起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精神。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们过去就是精神内耗比较大，比较敏感多虑，就是比较常胡思乱想，或是有各种情绪化的一个念头，让你钻牛角尖。但是呢，我觉得得到这个钱之后，你们的焦点就是在转移到更加正向的，就是这笔钱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你要用在哪里，然后可以去跟什么样子的好的能量做震动、做连接，或是你想要把它分享在哪里。当你去用这笔钱去交换某一个物品、某一个服务的时候，同时也是在选择你想要的价值。所以这笔钱的运用也在于体现你们的认知、你们的价值。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是往成功的方向迈进。你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优势，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一鸣惊人。同时我觉得很多朋友，你的身心的状况会调节的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甚至有些朋友其实你们可以过着比较修身养性的生活，因为在这个日常的这些俗物生计上，你已经不需要去担忧，不需要去烦恼了。因此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你真正喜欢的、有兴趣的、不求回报的事情上，然后也可以去调节自己的一些身心压力。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如同机械般的每一天做重复性的工作，也不需要好像你需要随时加班、随时待命，或者是需要去贬低自己、放低自己去服务别人，或者说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这种批评跟这些压力，不是很理性的这些批评来到你身上。你们不需要了，你们接下来是一个身心灵稳定的状况，而且你们也有钱了。有钱之后我觉得你们很多事情生活上能够用钱去解决的，就会用钱去解决，因此过得会比较容易，比较舒服了。那也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经济独立之后你们连带着也会有个人的空间、个人的领域，或者是说个人的时间也被空下来了。你不需要为了别人的标准苦苦的挣扎，也不需要去交涉一些你不想要交涉、不想要处理的人事物。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就是你们不用很努力去追求一个外在给你设下的目标。相反的，如果你接下来去学习是你真心所想要去学习，你接下来如果愿意去背负承担一些责任，那个也是你想清楚想要去承担去体验的。所以呢，我看见你们其实会专注在你内心真正所想要做的事情上，你不会再怨天怨地，你不会再愤世嫉俗，同时你会去散发出一个好的能量，让很多人想要去吸引你，让很多人去看见你的这个光芒。你们会去微笑，
你们会微笑的往前走，你们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你看前面虽然也有笑，可是跟这个笑容它整个是有这种高低不同的这种程度的。这一张牌就是一切都很好，我没问题，别担心我，这样子的能量。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咯。我们这一张牌是转变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一张牌卡。转变，因为这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逻辑，你们的认知已经完完全全被打开了，你们不会再陷入别人的圈套里，也不会再陷入别人这种逻辑闭环里。因为你去跟一些怎么说呢，不同思维水平的人去辩论，只是自讨苦吃，你也不需要去拼命的去改变他们的一个认知，你也不需要去浪费自己的能量，一直去跟他们接触，去弱化自己的磁场。我看到你们这个转变来自于停止跟一些不好的能量做连接，停止跟不好的能量做纠缠。接下来你们的身边呢，就是高能量高品质的人，你们整个人也会变得更加的正向积极跟乐观。在你真正成为你自己之前呢，你会必须要去放下一些东西，甚至是放下过去你觉得你自己是谁的这个观念，你要重新塑造这个信念，就是你是谁，你对于你自己的一些认知放下之后，在这个过程啊，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不确定你放下这些概念之后，新的概念会给你带来什么。这个就像蝴蝶在茧一样，一开始你们会感觉到受限、疲惫、困惑，甚至是茫然，但是同时一部分的你自己又允许这样子转变的过程发生。因为虽然你还不明白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过去的那些东西你真的觉得需要去停了，不能再延续过去的那个模式了。因此你带着一些茫然跟期待的心情，让这个转变去发生。一部分的你，其实一部分的你的这个灵魂它是觉醒的，一部分的你的灵魂其实知道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对于你未来的进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当你们不再是毛毛虫，是一只蝴蝶的时候啊，其实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没有这样子转变的过程，你们就不会从毛毛虫变成有美丽翅膀的蝴蝶。这个转变的过程它是很重要，也是很奇妙的。很多朋友也许你现在正处于这种重要又奇妙的时刻，你开始打破旧有的你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的存在的状态。其实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是美丽的，是充满魔力的，而且你的内心是专注在你所渴望的未来。你们不应该去觉得这个过程是受苦的，是痛苦的，反而你应该要去庆祝这整个转变的旅程。因为等待你完全的变身之后，说不定呢，你们会去回顾，会去怀念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还很真心相信的现在的你的这个样子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在你现在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也许有一些不舒服，也许有一些不顺畅，也许有一些不顺心，但是请你明白说，这个只是暂时的。经历了这些过程之后，你看哦，你们的知识被充满了，你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你们的口袋很深哦。这个传承，这个财富是可以去传承下来的。所以到底有什么好担心，有什么好怕的呢？宇宙告诉你，一切没问题，一切都很好。好，你们不需要去对未来的结果太过执着。虽然很多人都会想要去控制事情，把这个事情导向某一个方向跟结果，但是宇宙还是想要告诉大家说，请你放下你的控制欲，你要为神圣的力量
去留下一些空间。宇宙要有力量去创造，宇宙也要有空间去创造，所以你要让某一个部分的你自己去放手。当你放手，当你腾出这个空间的时候，也就是你打开运气、奇迹这个神圣的大门的空间。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接下来的3个月到6个月，你会开始去思考你有多幸运，你有多受到祝福，以及生命中一些意外的好运会到来，你会很开心你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不是一次性的，它是突破之后又还会有转变，每一天的你都像是一个全新的你，所以它是一个充满奇迹跟巨大祝福的时光哦。最后你会呈现的就是壮丽的这个翅膀，这个翅膀会不断的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有力量。你们可以利用这一双美丽的翅膀去翱翔到幸福的你想要去前往的那个方向。好，哇，下一张牌就是一个飞翔的概念。这一张牌是超越恐惧去采取行动。你看到这张牌啊，就是它是飞行员，他要跳伞，然后他从他原本的这个飞机啊放手了，然后跳向一个未知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冒险的过程。在这个冒险的过程中非常的紧张，但是因为这个冒险啊，获得了珍贵的事物，所以这个放手以及这个超越恐惧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哦。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接下来真的会去做一个冒险，这个冒险是把真实的你自己展现出来。它可能有一点脆弱，它可能有一点点敏感，但是这就是真实的你自己啦。你会有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去把你自己呈现出来，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做一个勇敢大胆的行动，这可能是过去的你不会做的。也许有些朋友你过去呢是一个不敢去在感情中主动的人，现在也许你愿意去主动。或者有些朋友在职场上过去是比较不敢去跟这个上司去争取权力加薪等等的，现在也许你们会突破自己的恐惧去做这样的事情。或是有些朋友你过去在这个财务上是因为恐惧失去了一些机会，或者因为恐惧因为不知道而就是采用最保守的方式。我现在看到你们会去做一些冒险，你现在的这个冒险啊，其实未来看起来是一个勇敢的选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还想要跟你说呢，有些事情啊，你逃得了一时，但是逃不了一辈子。就是你是可以在暂时去避开，去不要让别人发现你，不要去引起注意，或者说不要去揭露一些情感上的这种痛苦跟损失。但是呢，长期下来，它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时候就是必须真正的去展现自己，而不是一直把自己的优势跟才华隐藏起来，不要去引人注目。另外呢，宇宙还想告诉你，有些事情其实是你本来可以去做的，但是你却一直告诉你不能，因为你心中有一些害怕。如果有一段关系，会有一个职业，有一些你很重要的事情，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一直心心念念，但你内心又有恐惧又有害怕。其实宇宙希望你超越恐惧，无论如何都要去行动，在你关心的这件事情上。表演者不会就是等到他自己完全不紧张不害怕的时候才上舞台表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精彩的这个戏剧可以去看了嘛。同样的，你们呢是自己人生舞台中的英雄，接下来你会大胆行动。我看见虽然你们心中还是有一些害怕，但是你绝对会去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去完成，去实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好，我们的下一张牌Celebration， 我们下一张牌是庆祝。好，
有什么样子的庆典，有什么样子开心的事情即将要发生咯，有一些派对，有一些聚会，有一些因为你而产生的，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好事而聚集的一些人哦。好，首先呢，这张牌有几个层面的意思，我跟大家讲。第一个是，这个庆祝是跟金钱有关的，跟财富有关的。这一组的朋友，财富在你这边呢会不请自来，你会越来越有钱，甚至你可以将这些钱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因为你的这些好运。这身边的人也受到了你好运的一些关照，因此他们就想要跟随你，他们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但是呢，对你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能量的消耗跟能量的耗损，因为你的钱其实是越付出越多，而且你的钱它是会源源不绝的来的。我觉得这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心念跟念头，对于金钱的念头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不会觉得说自己一定要很辛苦很艰难的才能够赚到钱，不会觉得说自己总是没钱，不会觉得说这个生活太难了。相反的，我觉得在你的生命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甚至很多人都可以成为你的财神，甚至即使是你付钱给对方，你付钱去买东西交换他的服务，其实对你来说呢，也是获得了他可能做了一顿美食，或者是说他提供给你的一些帮助，所以他的这些东西也是呢，让你的生命中增添了丰富，增添了一些好运，增添了一些帮助。对于你付出的钱，你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减损。所以我看到你们的心态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去体现你的价值，你其实会去吸引更多美好的事情来。你们会去做一些你不曾做过，但是却是美好的事情。就像前面这张牌嘛，超越恐惧。有些朋友甚至你们会去做一些极限的运动，或者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尝试过去没有尝试过最高级的那种体验。很多的美好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很多的能量好的能量会往你这边汇集。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的成功真的不单单只是很辛苦埋头苦干，更多的是你们在对的时候出现在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运气成分产生啦。有些人就是埋头苦干过一辈子，可能还是没有被发掘，但是你们就是刚好在对的时刻去看见了对的资源，做了对的选择，因此对你来说，其实你们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去获得超乎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运气很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比这种埋头苦干，然后这种勤奋但是努力错方向更加的重要。所以呢，我看见其实你们生命中有好多好的能量聚集也许你过去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可是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说，好，跟亲人朋友聚在一起，其实可以让你减轻压力，增加喜悦，甚至去激发一些新的想法。也就是说，未来的3到6个月，你们会透过一些聚会，朋友的聚会，或者是这种老同学老同事的聚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网络一个交友的一个聚会，或是一个什么知识圈学术圈，或是这种商业圈的一个聚会讨论，你其实能够去放松享受生活。不管这些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其实都会让你的能量变好。就说未来3到6个月，比起独自待在家里发呆，更鼓励你们的是出外走走。那如果有些朋友你觉得聚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或者说你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很习惯宅在家，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在接下来呢3到6个月，你心态上也会有个转变，就是你会想要走出门嘛，你会想要去好好的打扮自己，是带着开心的期待去展现自己的靓丽，就是你不会很紧张，或者说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场合你很尴尬很不自在。
相反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你去舒适的去跟这个聚会的人相处，你也会在这个聚会中去找到有用的资讯，或者呢，你就是在这个聚会中去完成你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哦。那如果这是一个新朋友的聚会，你们可以试着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去倾听他人，观察他人，去欣赏他人，找到你跟他的共同之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聚会，这样子的这种场合中间你会发现，有你想要去认识的人，有你感到兴趣的人，有你想要去相处的人。同时啊，这张牌也在提醒了大家说，可能呢，你们有一些在外地的朋友友人，你们是应该要去重新的聚一聚了。不管是你去找他，或者是你邀请他来你这边做客，你都应该要去重新的跟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做连接。也许有一些朋友是一些可能你当时有好感，但是没有持续联系下去的某一个人，因为身份，因为距离，因为一些阻碍，没有持续联系的某一个人。这张牌提醒说，试着再去跟这个人举办一次这种邀约、约会或是连结吧。你所建立的这个联系以及你们展开的这个对话，它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关于你现在寻求的问题的这个答案跟结果。那另外一层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很具体的在庆祝说你们人生中重要里程碑的达成。毕业啊，结婚啊，搬新家啊，或者是说升职啊，升迁啊，然后有些朋友是家中有新成员诞生，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了，拿到学位啊，官司结束，或者是某一个这种从某一个这种疾病中把它控制下来，从某一个状态中稳定下来，都是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好，那还有的朋友是不是说你抽到这一张牌之后3个月到6个月内会有可能你的生日啊，可能会经历了什么样子的纪念日，就是对你生命来说很重要的意义的日子，我觉得你可能也会在那一天有一个仪式性的庆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新世界。这张牌非常的美耶，大家有看到吗？2个不同的景象，2个不同的世界，以及水面下的这个倒影哦。新世界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们的未来是非常广阔的，非常有趣的，非常值得你去探索的。你们将会去体验一些新鲜的事物。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因为工作的地方你要转换那个地点，或者是说你的工作内容有所转换，你去接触一些新的人。有些朋友你可能是随着你的另外一半去外派，去转变到不一样的国家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新的地方，新的工作场所会有一种让你很像探险家去刷新你某一个观点，会有让你很兴奋的地方。它是一个美丽的领域，当然这当中也带着一些困惑以及探索的不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新的世界对你来说你是期待的。有些朋友这个新的世界代表的是一段感情的旅程的展开，可能有一些朋友你现在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关系，但是同时你生命中又出现一个你觉得非常吸引，觉得非常心动的这个对象，你好像很想要跳脱出某一个束缚，去跟这一个人做连结，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又让你感到有一些不安，有一些不知所措，你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坠入爱河，以及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去放下一切，搬到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因为这个也代表了你必须要放下现在的习惯的这一些
日常的安排，你需要去做一个更动。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新的世界真的是令人很期待的。好，这些不适应的状况都会过去，而且这个过渡的阶段比你想象的更快。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在这个期待中的新世界，或者说你未曾看过这个环境中，感到就像待在家一般的舒适自在，就是你会很舒服，你会很快的去享用这个新的世界所给你带来的很多的好处跟祝福。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呢？将是告诉大家，你们会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境界，你们会去构筑一个很不一样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你们会去吸引很多很多的好的能量聚集。我觉得你们心里一定很渴望去改变、去转变、去看见一些新的视野，甚至是去迎接一些新的挑战。而且你们的内心知道你不能再跟过去一样了，可能在早先的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试图告诉你自己说，现在这样也很好，我不需要改变。可是到了我觉得抽牌的此刻当下，你的能量是你心里也想要转变，你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你没有办法再告诉自己说现在这样也很好，但就是你心里知道真的必须要改变，真的有些地方已经不适合你了，所以你的灵魂它想要动起来，你的灵魂已经回应你，你的灵魂已经告诉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你内心设定的这个目标以及你的这个意图，它是非常清晰非常有力的。你就是想要到新的世界去，你想要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去经历什么呢？也许你们会在这个新的世界中更爱自己，更去表达自己，更去表达你的创造力，或者是说更开放、更诚实的去连接，更自由自在的去说话。我觉得你们即使现在此时此刻，虽然可能还没有完全转换到新世界，可是你的所思所想以及所表达的一切可以去显化，可以去更快速的显化，就是你好像已经到了新的这个美好的地方一样。好，你的这个频率已经调频了，旧有的这个世界的能量，你跟他说再见。在你还没有看到新世界之前，你就满心期待、满心相信的去与它做连结，它会更快速的吸引你所想要的一切。所以这个未来是非常令人振奋，非常有启发性，非常有启示性的。当你真正的踏入这个期待中的新世界之后，你除了周遭的环境是新的，你也会以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你的自己和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周遭会有不一样的转变，你周遭的这个实相会随着你内心一些心思意念的变动而震动来不同的人事物。你们在新的领域、新的世界中你会重新的被充电，你的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会被治愈，你感情上的一些创伤，有一些破洞会被补满，以及如果你过去在财富上感到不足、感到匮乏，接下来这个新的状态是你一切都已经足够了，你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你就是财富的本身，你就是能够去创造、投影出你所想要的世界。你心中所想要的事情本来就应该变化成现实，本来就应该心想事成，而且你本身就可以吸引到爱，你本身的魅力是无限的提升，你可以吸引到别人的爱，同时你就是爱的本身，你在哪里，爱就在哪里，你可以在付出中感受到快乐，感受到喜悦，你整个人的状态变好了，甚至你不会因为别人爱不爱、想不想、要不要而感到情绪波动。当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其实呢，这些爱也就是不请自来，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到你的生命中。你体内的能量，你体内尘封已久的阳性的能量会被积极的焕发出来，你的能力会被找回来，
你过往遗失的那些记忆，或者说遗忘的一些技能，遗忘的那些开心快乐的感觉，会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同时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福报啊，不单单只是一个层面一个面向，而包含了生活中各种周到位的一个安排。就是刚刚说过，在钱财上，它是一个能够去支持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的一个丰厚的礼物，以及在感情上，在人生上，你会遇到可以跟你一起走的伴侣，甚至他是一个可以把你拉出现有的不开心的这个境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让你人生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伴侣。这当然有一些冒险，有一些需要去放手的部分，可是我觉得你们做得到。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很可能你会发现，其实你很感谢你身边这个人，你很爱他，你想要跟他长久的走下去，你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属于你们未来梦想的一个蓝图。那我觉得会有很多好运来到你生命中，让你有一点点应接不暇的感觉，好运一个接一个的来。同时啊，你也会把你的运气、好运或是财富分享出去，去把你的福报运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你拿到了一笔钱呢，你就去帮助别人，继续给自己种福田。你帮助别人之后，这个好的能量会重新的兜兜转转回过一圈之后呢，又流回到你身上。所以这组的朋友，他就变成是一个善循环。你付出的越多，其实越多人受到你的帮助，他就会在其他的时刻去回馈给你。他也许不是直接的，他很可能是间接的，透过其他的形式，但最后都会流回到你的手上，而且是得到的更多。你付出1，最后回馈到你身上的是10。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帮大家看一下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些重要的日期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数字11，还有数字9，还有数字1。好，可能呢这一组的朋友11天或是11个星期哦。好，就有第一个好消息就要降临了。那这个好消息呢，我觉得很可能是来自于你朋友的牵线。所以他这边说你要去听听你朋友的意见想法，说不定呢这当中啊就有你需要知道的关键资讯，或者是说这个朋友他指的也是一个贵人，你要去听贵人的讯息。这贵人呢可能就是扭转命运、扭转关键，或是给你什么样子新的机会、新的大门，也有可能是感情上帮你牵线的某一个人，他可能就是推荐你用某一款 APP， 然后你就是透过这个 APP 找到你未来的对象，或者是说他叫你去参加什么样子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中你又遇到了有缘人，也有可能他就是介绍了一个好的对象，促成了一段好的姻缘，都有可能。好，接下来呢这一张牌是更快了1个月，或者是1个星期、1个礼拜。这张牌啊是白羊座的牌，它代表的是开拓的精神。就是说呢，我觉得有一些新的项目、新的计划、新的环境以及新的转换，在1个月、1个礼拜之内就要发生了。不管它是被动的发生或是主动的发生都有可能，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们主动的去寻求，让这件事情促成跟发生，这也是你期待要发生的事情哦。好，关键数字9。好，有一些事情在9天或是9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担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一些让你愤怒的事情、生气的事情，或者说诅咒，就是你前面说的要去停止的这个事情，令你不开心、不愉快的业务，或者是说一只纠缠的人，一只很令你去烦恼的一些纠纷在9天或是9个礼拜，你就可以看见它即将要画下终点，它要结束了。或是有些朋友它是一个不好的循环的断裂，或者是说财务漏洞上的一个补强补缺，就是不会再流失了，停止去流失了都有可能。
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能量、不好的消息，以及令你恐惧的、令你害怕的东西要结束了。9天、9个礼拜之后呢，心情会更加的平静。好，这个噩梦就已经结束了，过去了。过去被卡住的那个不舒服的能量，让你昏头转向，让你每一天迷迷茫茫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能量已经停止了，它已经不能再去阻碍你了。所以呢，请大家放心，不好的能量会去停止，接下来你们会开拓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庆祝的世界，还有这个源源不绝的，我觉得是关于财富上宇宙给你的一个厚礼，很大的一个祝福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2组朋友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的能量哦。我是蜜雅，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人生新篇章。你们在哪一方面即将要接收惊喜跟好运，以及你们过去什么样子期待的愿望要被实现呢？会在什么时候呢？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点？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牌卡哦。好，第1张牌是 Presence。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我会觉得你们目前的状况啊，其实是在一个展开跟扩张的状态。你过去可能在你眼前是看不到路的，过去可能有一些灵魂的暗夜，有一些阻拦在你前面的这种很黑暗的能量，过去困扰了你，或是呢，你曾经因为换了一个环境。那个环境跟你过去的文化跟理解还有语言也许都有一些落差，让你没有办法适应。那你从过去的经历中经验中，你得到了一些启发启示，或者是说也是因为这个挫折这个跌倒，让你深深的去思考人生，思考一些未来的方向，觉得你需要在哪一方面做改变，或是你要去换一条路走，你内心有了动力，有了目标。你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很可能在现在已经看到了方向，或是说呢，过去那些障碍你的人事物啊，它反而不是一个阻力，而是一个助力。过去你看似不顺眼，或者说看似很糟糕，没有办法解决，让你很心烦，想要逃离的那一个环境，那一个困难哦。好，这样子的安排其实很有道理的，因为有些人正是因为你前方设的这个陷阱，或者说前方遇到的这些人，让你明白说，原来我在感情不适合跟这个人走下去，或者说原来我选的这一个环境，我选的这个职业道路跟我的天命是不符合的。因此也许有些人你们会去斜杠，有些人你会去重新回学校念书，或是放下一切重新的去开始。有些人则是你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你可能会选择一些内部的调动或内部的调整，让你用一些不同的想法思维，或者是说因为工作内容的一个异动，让你可以更好的去发挥过去的那些障碍啊，真的已经被移除了。我觉得你们现在即将要进入到一个顺风顺水的阶段了。你看这个前方的大门为你而开，即将看到的是一片新的不同的景象。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现在选择的方向是对的，你心里想要去的地方是对的，而你眼前的阻碍都会为你移开。你们非常有自信的往前走，非常相信自己，你也相信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对的。你们放下了对于过去跟未来的担忧，就是集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当下。
你知道你当下是美丽的，是有智慧的，是有力量的。所以大家之所以会抽到这张牌，其实宇宙就是想要告诉你说，你要把能量集中在此时此刻的当下，集中在你现在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你眼前的这条道路已经展开了，你要专注在当下，因为即将你需要的答案或是结果即将要开启呈现在你的眼前。也许过去这一组的朋友，看，在以前呢，在这扇门还没有打开之前哦，你看到的只是阻碍，或者说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很阴霾的一个天空，无论你如何呼求，你都不知道前方有路，因为前方是一个这么样子的巨大的这个塔，你觉得可能没有办法通过，没有想到，既然宇宙确实帮你安排了路，前方的这条路是为你而开的，所以过去你脑海中批评自己的声音、担忧的声音、后悔的声音，那些声音，宇宙想要告诉你说，那些不是全部的你，它只是你脑海中声音的一部分，只是你某一些情绪、某一些思想而已，这个担忧不包含全部的你，这个担忧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对的。有的时候，这组朋友你内心可能会有一些矛盾的声音，自相矛盾，想要前进又想要后退，想要摆烂又想要努力等等的。所以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好，在这个当下，让声音安静下来，不要让你脑海中这些负面的声音去阻挡你往前走，也不要让它主宰你的心智，你才是你自己的世界的守门人。所以你要意识到，你其实是有能力去掌握未来的方向的，你会看到未来有无限的空间为你打开，为你呈现，而你们内心也会涌现非常多的平静跟爱，和谐的能量呈现在这一组的牌中。所以呢，我觉得过去的黑暗的那个时刻已经结束了，即将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个新的旅程、新的任务，很多你在期待的事情，它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进展，飞速的进展，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接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是美丽的，是漂亮的。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哦，这张牌也好可爱哦。回来哦，你看有一只狗狗，它好像以前曾经跑出去了，迷路了，迷失了，它现在又想要回来主人的这个旧的房子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当你的能量运势重生之后，蜕变之后，可能有一些旧的人的能量，他会想要回归，想要回来，因为看见你不一样的转变，也许他又重新对你发出了邀约讯息，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过去跟你接触的合作对象啊、客户啊、公司啊，要再找你回国去帮忙，有一些过去你已经认识的一些人，老同学、老同事，或是一些朋友啊，可能又再次的回到你的生命中，被你的能量吸引过来，或者说就牵成了一段合作。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你确切的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可能也不明白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或者说你已经达到什么，只是他就是被你这个能量场所吸引。这个是第一个讯息哦。有一些关系的曾经锻炼的那个关系当中，你互动那个对象他会回来，或者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经历一个回归的阶段，回到一个关系，回到某个地点，回到某个职业，回到某个你曾经想过的意图或是目标上，你能够重返过去，或经历过去类似的人事物的经验，或是你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你想起过去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你重新去踏入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一个新的章节跟新的篇章。好，那另外我觉得抽到这张牌哦，也许有些朋友你抽到这张牌是因为你正在
克服某一次心碎或失落或是失望，你在克服这样的情绪，你在克服某一个低潮混沌的情绪，你在克服某一个内疚的情绪，你想要重新找回过去的自己，你想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你过去有一段时间你是比较退缩的，你是比较沉淀下来，你是在评估，在冥想，在考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好，现在这2张牌的能量结合，就是想要告诉你说，不管你们过去遇到了什么事情，身边遇到了什么样子，就是很怪异，或者说很不负责的人事物，怎么样子都好，接下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你们会开始去思考下一步要怎么做，而且你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确定，不管你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假设你是要回归到一个人的身旁，重新投入到一段关系、一个职业，或者说重新回归到某一个状态中，也许是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恢复到比较有自信、开心的这个状态中，这样子的转变，或者说回到某一个目标，回到某一个这种专心的状态中，你们都是清楚的，你们都是想过的，你们都是确定的。好，那另外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关于我觉得有一些家乡就是远离家乡这种异地的游子啊，也许你们该安排一次旅程回到你的家乡，或者是访问以前曾经居住的地方，访问旧地，或者是说可能过去的一位伴侣跟你失联已久的这个朋友啊，即将要重新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因为这张牌就是一个回归的牌，无论是什么样子经历的回归，都建议你保持一个敞开的态度哦。因为这次的经历跟你之前的体验会有所不同，你们会彼此以新的姿态重新连结，你可以保持着开放的好奇的心，重新的去投入到这样子的经验，你会从这样子的经验或者说这样子的相处中得到很多，也会翻转一些过去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你目前在职涯方向，在人生的大目标，正在思考要怎么前行，就是说你要继续念书，你要转换跑道，或者是说你要就是另起炉灶等等的，有些朋友可能在考虑是不是要回归家庭等等。好，如果你们正在探索职涯生涯的方向，人生应该怎么走的话，这张牌今天想要告诉大家，花时间去回顾一下过去，关于你自己，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你的热情是什么，你从以前到现在采取了什么行动，以及你当初的这个价值观、希望跟梦想，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现在还保有当初的那些渴望吗？有什么样的东西在你岁月的增长的过程中已经改变，但有什么是始终如一，依然存在，始终不变的？你记得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去追求这些吗？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会重新点燃一些旧有的这个火花，而这样子的点燃会让你找到你理想的道路，最理想的道路会提供你一些提示。宇宙还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讲广义一点的回归，就是你会去明白一件事情，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家，你可以在这样子的家中感到安然，感到自在。所以也许你会开始对身边的人产生更大的信任以及更大的亲切，你会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方向，是有目标，是感到安全跟归属的。你可以去信任宇宙，会大力的支持你的生命，宇宙会相信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去发挥你自己的天赋。那还有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借力使力，就是你不需要全部都靠自己，你可以靠别人的力量来帮助你完成梦想，借力使力。同时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会去回归到自己的本心，去看见
自己本来的一个样子。如果你是一只鸟，你就不要折断你的翅膀，让你自由的去飞翔。如果你是一朵花的话，你也不要去遮蔽你头顶上的阳光，让你自己去开花。所以你自己就可以是你自己的园丁，你可以给你自己最适合的陪伴，可以给你自己最充足的养分，然后你这一朵美丽的花就会开花。你开花的花期、开花的时间、开花的姿态，不用跟别人一样。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这是一个回归自我的旅程，你可以去跟你自己对话。那也许有些朋友，你会在工作上有一些变动，可能这个变动是回到你本来想要走的那条路。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开始上课学习，那在这样上课学习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积累。我觉得未来的你们将会这些大石头障碍会被移开，你可以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去展现你本来的面貌，展现你的才华。好，还有刚刚说过的，不用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你可以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帮助你，来帮忙你。哇，下一张牌更是力量，更是有力量的牌哦。Awake， 我们的清醒，我们的发光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经过前2张牌，就其实就是想要告诉你，其实在某些领域啊，你们真的就是有特长的。可能有些朋友你特别就是擅长运动、跳舞、音乐，或是文字，或是你特别就是喜欢数字、喜欢工程，或是对于某一些的这个领域啊，你比别人更容易的去上手。也许有些朋友你是在语言，你有这个学语言的天赋，跟其他人比啊，你的程度就是比较好，就能够快速的学习。所以就想要告诉你说，起来发光吧，起来发光吧。在某些领域中，其实你们已经有那种非常清醒的一个觉知哦。你们绝对可以在这个领域去把它做得很好。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领域、这个赛道跟人家竞争的话，就是拿你的长板去跟别人的短板竞争。那当然，在有些领域，你好像还在梦游中，好像还是未被开发中，你们就不要去这个比较迷茫或者说比较梦游的这个领域去选择作为你人生的道路去跟人家竞争。你要在这个你已经清醒的领域跟赛道上去选择这一条道路，而这个领域啊、道路、赛道，你一定知道。好，现在正在改变，也许已经改变了，也许即将改变。总之呢，你心里会有一个动力，就是你想改变，你正准备看清楚、认清某一些事情的真相哦。有些事情是不是你过去其实你知道，但是又假装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你自己以为很确定，但其实还模模糊糊不清楚的事情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正在探索，有一些朋友你正在寻找答案，那你们会去找到这个你心中想要知道的这个答案。这张牌卡为什么出现呢？因为你们正在觉醒，你正在察觉自己的力量。你可能过去觉得自己做不了、做不成某些事情，因为那个太困难，因为你没有资格，因为你缺了什么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要求怎么样，资格怎么样。现在你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你，你可以行动起来去实现你内心最深处的愿望跟目标。这真的是我觉得一张很有力量、很神奇的牌。那另外宇宙还想要告诉你说，天助自助者。当你动起来的时候，当你觉醒的时候，其实就会有贵人帮助你做什么，帮助你去发挥潜能。然后这边还有钱财不断的流动的能量，你们的钱是钱滚钱，不断的投资，不断的增长。好，这张牌的这个能量，请大家接收一下。当你自己觉醒之后啊，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你会去发现说，你对于某一个人，或者说对于某件事情，对于某一个领域，你一直都很有热情的，只是你过去一直都没有允许自己放胆的去追求。现在呢，宇宙给你一个权利，就是赋权在你身上，让你去掌握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积极的行动来去改变你过去认为不能改变的某些事情。而且宇宙想要告诉你说，
富有是天赋，就是你们是值得富有，而且你们是值得快乐的。在你觉醒之后啊，你会发现有一些过去迷迷茫茫，或者是被人家骗，或是好像也是就是有点像是听从别人的意见去做一些事情，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忽然就是醒来了，陆陆续续开始明白之后，你会去处理一些事情哦，把一些事情做了结、结束、结清哦。那有一些朋友，也许你会改变掉过去一些做事的方法、习气，或是改变某一些态度。在改变这些态度的时候，也是把身边的问题去改善去解决。你身边呢有贵人，也会有一些人，他们是无偿愿意提供你协助跟咨询的。你们过去很可能用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横冲直撞，去得到了一些经验，或是很多朋友，你过去有那种从零开始打掉重练的这个经验，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我看见走过的这些路都不是白走的。当你觉醒之后，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哦，其实它就产生内在的力量，它成就了你，让你觉醒，让你打开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往智慧的方向走，我们要往对的方向走。好，下一张牌。哇，这张牌是自由哦。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走出牢笼。你看这个女生啊，过去不知道是谁把她关在这个森林深处的一个不见天日、好暗的一个笼子哦。她被困了很久，现在这个牢笼都已经打开了，解锁了，她重新看到阳光。其实跟这个觉醒是一样的。这组朋友，可能你过去啊，很多时候都在沉睡。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这4张牌，你们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共通的意象，就好像是过去是被塔蒙蔽了，过去这个门是关着的，过去这里是阴暗的，还有这个笼子是锁上的。而现在呢，这个塔打开了，光进来了，这个门打开了，光进来了。这张牌是觉醒，还有这张牌是自由，笼子打开了，看见希望，看见阳光。所以这几张牌很清楚的讯息，就是某一个障碍困住你的思想、事情，阻碍你的人被移除了、移开了，或是一些法律的条文、健康的状况，好，它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接下来阳光要进入到你的生命，你们可以重新的再活一次。你已经走出笼子了，你可以看见你与生俱来的自由。有些朋友，你可能正在去离开一个组织、一段关系，这个东西可能过去对你来说像是监狱一样。这个监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可能摆脱了你成长过程中一直困住你的一个信仰、信念，或者是一个关系、一些想法，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经常的羞辱你，那你把这些观念内化，你也这样子相信你自己，接下来你已经要从旧有的信念中解脱出来。还有一些朋友，你过去可能对什么事情成瘾，对手机成瘾啊，吃东西成瘾啊，或是对酒啊，也许对一些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成瘾，或是对一个不是这么好的感情你去成瘾，你没有办法放弃，这样也算是一个监狱，有害的成瘾，它也是一个监狱。如果你过去或者说现在正在遭受到这样子的监狱的捆绑，你接下来会采取一些步骤来释放你自己，让你自由。你会得到神奇的力量的支持，你会得到宇宙的力量的支持哦。宇宙想要告诉你，你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究竟把你困住的这个监狱牢笼是什么？你只要去面对，你去跟宇宙请求，其实你内心的力量会醒来，你可以向前进，往前走，得到自由。你可以改变，你能够去被这个光引导出来。你会发现其实钥匙
就在某一个地方，你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一扇门打开哦。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去留意一些神奇的巧合，或者是说其他的形式，这个神灵、神圣的力量、守护天使跟你的一个沟通，因为这些都是要去指引你走上一条疗愈的路。如果有一些朋友，你现在正在考虑做一个你人生中重大改变的一个计划或是决定的话，这张牌告诉你，这个改变会让你带来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自由感。好，如果你过去一直觉得你被困住了，你觉得很沉重，请你相信你不是无能为力的，你绝对有能力可以去释放你自己，你很强大，你是光芒四射的，你是自由的，你能够去创造你外在的实相，你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改变。神圣的光的力量就在这里，它存在在这里，它在帮助着你，你可以自由的前行。所以这组朋友这几张牌啊，就是有一种像凤凰一样，这个从过去灰飞烟灭之后，重新涅槃重生。在这个重生过程中，你得到了很多的智慧。这个智慧它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宝藏。你们透过这些礼物，透过这些学习，透过这些积累之后，其实你们自己内在会非常的有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去疗愈你自己，也可以疗愈其他人哦。很多朋友，你会找到你自己这一生的使命跟天赋，你会不顾一切的往前走。好，再来看到下面的牌，旅程哦。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是不是其实会想要去看一看更大更远的这个世界，或是你会想要去经历一些不同身份的转变。也许有些朋友是你要去一个新的国家，说你正在一个新的国家。有些朋友你是进入到一个感情关系中，在这个感情关系中不断的推进，到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对你来说那就像是一个新的旅程一样。你即将进入一个冒险的世界，你即将进入新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你即将进入这个世界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中以前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一个部分哦。这个未来的旅程啊，它是一个真正的旅程。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会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哦。这个旅游，也许我觉得你内心真的有渴望，你想要去看这个世界哦。也许是比较长时间的，在这种邮轮上的旅游，或者是你想要去某一个可以看得到海的国家去度假。也许有一些朋友，你想要去的地方是要翻山越岭的，你要去看一看以前没有看过但是期待已久的一个景色，然后有一点点冒险，有一点点探索，它跟日常生活是不一样的，你是很期待的。也许它是一个跟旧有的世界的模式不同的，它可能需要你去切断一些平常习惯的语言、生活模式、思考的这种模式，然后融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中，有一点点紧张感，因为你有时候没有办法掌控每一个细节。虽然可以去安排这个旅程，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所有的事情都是如你安排的这样子的情况去发生。尤其是当你去过一个前所未闻或者说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个紧张感跟冒险感，也许正是因为正是你想要去这个旅途的一个原因，正是因为这样子的紧张感跟冒险感其实是非常吸引着你，它刺激着你的大脑，打开了你的世界哦。这样子的旅程中，我觉得它是可以去突破一个常规，去建立一个新的心智途径的。你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景色、空间、建筑的一个变化，而且你更加的随心所欲的前进。我觉得这个旅途跟自由连接在一起，就代表我觉得很多朋友你其实会透过旅途跟旅程来疗愈。好，在这样子旅程的经验中，你翻新了，然后你看到的景色、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了。对你的灵魂来说，它是一个疗愈的礼物哦。
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的话，你会想要去哪里呢？好，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去安排这样子的旅程呢？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快，也许你们就会去启程出发，做好一些规划，你就想要离开了，你就想要转换了。好，有些朋友也许你会去选择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可能是露营啊，可能是直接的跟大自然接触。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想要的那种清醒感便会降临。无论你们选择的这个工具是什么，是搭飞机、搭火车、自己开车等等的，有可能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你思考的这些事情哦，答案就会忽然浮现，或是在整趟旅程的过程中，也许它是一个游学的过程。好，你遇到的这个人，他会跟你产生不一样的火花跟交集。也许同行的这个旅客，或是某一个旅伴会跟你说什么，因此去激发一些你需要的想法、观点。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其实真的是要告诉大家说，开启一趟旅程、旅行，去一个新的地方，去看见、去发现。也许有些朋友真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旅途的过程中，遇到你的灵魂伴侣，遇到你值得走下去的另外一半。好，过去生命可能为你创造了很多的高山险阻，很多的阻碍，可是这些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要体验的是开心的，是幸运的，是愉快的，是你们可以自由去翱翔、自由去发展的。它是还没有完结，你们可以自己去添加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其中哦。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我们这张牌是告别过去的一个仪式哦，你可以看到这张牌上有一个时钟哦，那有一半是白天，有一半是夜晚的星空。这张牌13号牌想要告诉大家说，不要让过去的包袱占住现在丰盛的你哦。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时间哦，就是当下，你们的时间还在运行中，所以呢，你们人生的各个阶段呢，就是你现在你经历的这个今天，很快就会成为昨天，你期待的明天也很快就会成为今天。所以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已经结束的那个当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呢？好，如果有些朋友你是曾经经历过一个比较痛苦、伤心、难过的事件，你过去特别就是想要去遗忘它，刻意的去遗忘它，其实有时候呢，这个想要遗忘只会让负面的感受去逃到潜意识，让你更难的去处理。这不单单指的是一个某一种原谅，或是去某一种接纳。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过去的一个整理哦，你去告别过去你自己，你去做一个总结，跟过去的自己说谢谢，然后再往前走，因为你们即将要迎接未来的一个丰盛。好，特别是如果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曾经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伤，一个悲伤难过的一个情境，或者是因为他人的一个背叛，你觉得不被爱，其实这些过去啊，宇宙想要请你跟他说再见。它是让你去穿越，这个仪式是让你去穿越，从过去穿越到现在的一个过程，就像你的生命从黑暗穿越到光亮。如果你因为过去的那些伤害，把自己包裹得很深，包裹得很厚，其实某一方面而言，就很像是你自己也加了一个牢笼在你外面，让别人没有办法去靠近你，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去相信爱，相信爱与被爱。但是你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跟别人隔阂，是为了去体验爱，去寻找爱，去发现爱。所以告别过去的仪式，这张牌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的牌。
牌面下的一个暗礁，跟大天使加百列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海面下的暗礁哦。这张牌呢，其实是想要问大家说，你的潜意识中，你相信你自己值得拥有什么样子的人生？你的潜意识中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什么？这两张牌的结合啊，其实想告诉大家说，当你过去有伤口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所以其实过去的一切的经历都是要去丰富你的现在。刚刚就有说过嘛，过去的一切的经历，它都可以成为你现在往前走的一个助燃的一个力量哦。好，关于你究竟相信，就是究竟相信你值得拥有什么呢？有些朋友会可能会，如果你是比较有年纪的朋友的话，可能有些人你会感受到，哎，你花了大半辈子的追寻啊，好像并不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而是大家都这么做，或者是说就是这个某一个社会价值观驱使你这么做，你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执行，很多的精力去做，但是回过头来才发现，哎，这些东西好像不是我最想要的。那你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你最想要拥有的感情关系究竟是什么呢？你跟你真实的自己的距离是近还是远呢？你是否相信你值得拥有生命中所有的一个美好？你是否对于你的这个渴望有很强烈的想要去得到的欲望？你内心的渴望跟你相信自己是否值得拥有的这个信念其实很重要。当你内心深处认为你自己不值得拥有成功、财富、幸福的关系的话，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念，它会造成你的头脑跟心有一个隔绝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让你在生活的层面中去做这样子的行为。就是当你相信你不值得拥有，你生命中出现的一些连锁反应就会把你推向这样子的结果。你可能会在一个需要做正确选择的时候去做了一些误判，不好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要相信，你就是星辰大海中美丽的星星，你拥有闪耀的权利。关于生命中的一些痛苦，你其实可以去看见你自己能够勇敢的去穿越那些暴风雨。当你穿越之后，你可以去拥有暴风雨后的宁静跟美丽，还有那个明亮。你可以去选择把某一些怨恨跟伤痕一辈子放在心中，你也可以让它成为你自己生命中的养分。你不见得要去原谅一个曾经深深的伤害你的人，可是你绝对要去疗愈自己跟原谅你自己。我觉得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其实很多人你们接下来会面临一个转念，面临一个相信。对于财富啊这件事情，我刚刚说过，前面有这种财富源源不绝，然后可能透过投资越滚越大的能量，然后同时结合下面这张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这件事情啊，你想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边已经有一个转念的过程，很多朋友你会开始相信，你已经拥有丰盛的财富，你已经得到你最想要过的那样子的人生，你会相信你自己是值得拥有的，你会相信你理想的生活即将呈现在你的眼前。当你相信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跟宇宙许愿，你在发送对的频率给宇宙，让宇宙去实现这样子的愿望。现在的你是过去你的一个总和，就是现在的你是你过去的一些经验跟选择的一个总和。可能有一些经验是不可控的、外在的，其他人加诸在你身上的，但是这当中还有你自己可以做选择的一个部分。你对同一件事情，你采取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行动跟不同的面对方式，会导向不同的一个结果。接下来我看见这组的朋友，你们选择的是转念跟放下，你可以拥有一个广阔的天空，你们真正自由了，你想要的财富以及你想要的生活也都会呈现在你的眼前。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26号牌大天使加百列。大天使加百列的能量在这边呢，其实是要帮助大家的，它是来帮助大家在失败的经验中重新的去看见这个世界有多美丽。大天使加百列，他是天神的英雄，他有极大的一个神力，他也被认为是上帝之手，他是神去传递讯息的一个使者，他是最高阶的这个天使，所以它代表的是有智慧的一个天使哦。那大天使加百列在这边出现啊，他认为是这张牌，他有一个传递的讯息，就是他认为你们是可以复活以及拥有智慧。什么是复活呢？就是如果你过去曾经在某一些低谷的状态，觉得你好像都要对人生放弃希望，或者说已经低到不能再低，已经把你自己逼到某一个绝境的这样子的状态中，你可以重新的活过一次，重新的拥有机会，重新的拥有选择，还有你可以重新的去找回你的智慧，相信你的智慧，在你拥有选择的时候，运用智慧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大天使加百列，它是来帮助你，来指引你去守护你的心。守护你的心，就是守护你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其实这组的朋友不用去害怕感受你的情绪，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啊，甚至在低潮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批判你自己，因为你的情绪真是组成你自己重要的一部分哦。你就是一个鲜活的人，你有这些情绪，你有这些能量，你才能够跟万物做连接。不论你的人生现在是处于高峰或是低谷，你都要去珍视你的每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大天使加百列，第一个它会帮助你守护你的心，帮助你整合。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你们真的要重生了。刚刚说过，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会透过一个很大的环境的转换、职业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来去开启重生之路，或是你就是透过一个不管是长途跟短途的旅程，重新的更新、重新的去调整。有些人则是呢，你对于一些生命中的人事物，你去面对它的方式，你进行割舍、放下。不论是怎么样子的策略跟调整啊，其实大天使加百列想要告诉大家说，丰盛之路其实就在前方展开，你往前走就会看见。而过去的你，过去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告别过去的仪式。这个仪式是好好的珍惜它跟感恩它，因为过去的你成就了现在的你，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把过去的自己锁起来就不要看见，而是其实那个经验中它带领你走向未来。所以你好好的这个仪式啊，你做这个仪式，它其实带着感恩的，带着一些感谢过去的自己，好努力走到现在，过去的经验帮助你学习得到了什么。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我们的13号牌、26号牌，保持选择的弹性，跟我们的魔法的核心哦。好，这组的朋友啊，其实宇宙很明显的想要告诉你说，你生命中绝对是有路可走的。你不要轻易的去放弃，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你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在选择学习的过程中，你们会触类旁通，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还可以这样做，或者说原来人生还有其他的选择，你会发现接触有一些发现知道有一些你过去可能不明白的事情、不明白的选择或不明白的领域，有些朋友只是在你现在的这个道路上，你会持续的走得很稳，在你现在已经选择的这个道路上，你会继续走得很稳定，然后很放松，就像海豚在大海中轻松的游泳一样。我觉得你们会很轻松的去完成手边的一个任务。那你们打开选择的弹性的同时，也打开了某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道路。很多朋友啊
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困扰是说，有些朋友是，你不知道怎么选择，是因为你觉得生命中没有选择，然后没有自由，就像被困在笼牢之中，或者是说，当你深深的去思考之后，你会发现人生有好多选择，但是究竟应该要怎么样子去选呢？好，当你在大海中悠游自在，当你在就是放松的状况下，其实你会有一个直觉，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怎么从这样子的选择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你们过去因为笼牢已经打开了，阻碍已经移除了，你们过去的那个障碍，或者说你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前方有路，可能就是看不见，可能就是被挡住，可能那个角度就是不对。现在所有的时间地点跟角度都对了，你可以看见呈现出生命很多的样貌以及很多的一个选项哦。我觉得这组朋友你大脑的思维会变得越来越正面，那会用这样子正面的力量，同时也去影响身边的其他人。那这个弹性很重要的是，你们也有时间的弹性跟空间的弹性。这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会有充足的休息的时间，可以让你自己放松身心灵的一个时间哦，不会再被一些忙碌紧凑的任务啊，或者很有压力的实现追赶。我觉得你们可以活得更加的悠游，更加的自在，更加的像自己，吃得好，睡得好，没烦恼的一个状态哦。能够吃好睡好，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可能这组的朋友，你有些人真的是好久没有好好的放松，完全觉得放松休息了，可能你下班的时候还会被一些事情干扰，或是脑子一直转都没有办法停下来，而接下来你们拥有完全的放松的时间跟空间。那最后一张牌啊，最后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魔法的核心，那同时出现的是什么？我们的太阳跟我们的灯塔。所以呢，这边很明显，这是一张贵人牌，这是一张贵人牌。贵人要来帮助什么？来帮助你看见帮助你看见，你其实是可以去抵达你想要的终点的。当你在迷茫之中，贵人就会告诉你说，路就在这边，你就往前走吧。还有贵人会去提醒你，好，你的这个信念的力量有多大？我觉得这个贵人呢，他的年纪不一定是很年长的。反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的经验比你丰富，也许他是比你小的人，但是你看到他身上的某一种热情跟热忱，让你找回了初心跟动力，让你觉得你也有勇气这么做。或者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年纪跟你差不多，但是呢他完成了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哦。那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借鉴，就是一个范例，告诉你说，其实你也可以啊，因为他的状况也许跟你差不多，或是比你当初的状况比你更早，而他现在去完成了他的梦想，这样子的存在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哦。所以这组的朋友，相信你所不知道的力量，相信你自己，它其实就是魔法的核心，它就是一个信念的力量。你们能够在黑暗的时候仍然知道黎明就要来了，你仍然能够去感觉到光明哦。有些时候我们都是讲眼见为凭嘛，你要看到你才相信，可是魔法的核心在于你还没有看见之前你就相信，你还没有看见之前你就相信，你可以去改变，你可以去迎来你生命中的成功，你能够逆转过去，你能够重启人生，你能够去启动你丰盛魔法。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去相信这一切都会发生，你要相信你可以去拿回你自己的力量，而且你要长期的去锻炼这样子的信念，因为如果你不锻炼，你可能今天好记起来，你要相信你自己，你隔天又忘了，所以这个能力它会萎缩嘛，你在心灵的力量也是如此。魔法的核心第一个力量就是
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去迎来你所想要的未来，那个未来不再遥远的，就是不知道哪一天，那个未来也不是梦想，而是你真的可以去实现的。这一组朋友，我接下来会看到你会每一天醒来回归到你自己的中心，你内心呢会有一个很深沉的力量，你在平静中跟自己在一起，并且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你的表现会是很出色的。对你来说，你是会满意你自己的成功，你满意你自己的成果，你满意你自己的一个表现，你也会满怀信心的往前走。因为当你越走之后，你就会收获越多，收获越多的这个证据之后，你就会更加的相信，它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时间的牌哦。好，来看一下我们这几张牌在说什么。第一张牌是阿尔法跟欧米伽，这张牌啊，其实是这个希腊文中的首字跟尾字，好，来代表说一切，这个万物一切的一个始跟末，万物的开头跟万物的一个终结。这张牌代表说，其实你们就像前面有说嘛，其实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其实就是拥有选择的一个自由。你们当下的这个阻碍已经被移开了，在你的人生中啊，你们可以去看到不同的连接、不同的方向以及不同的一个方案。思维之路被打开了，门被打开了，选项都浮现了。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在感情中一直在等一个对象，觉得这个对象他快要来了，那这个对象啊，他是一个会发光的人，就如同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会发光的人，你们都各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发光发热，你们两个的结合啊，是互相的帮衬，互相的衬托，你们会让两个人的光芒变得更加的闪耀，更加的耀眼。好，接下来我们的神奇数字是8哦。好，事情啊，你期待的事情已经在进程中跟进展中了，可能8天或是8个礼拜哦。有些事情你会看见明显的突飞猛进，或是这个开始运作、开始执行，有一些案子被搁浅，或者说有一些关卡过去没有办法打通，现在正在打通，正在运行，越来越顺。那我们最后一张牌呢，是摩羯座的牌咯。我们的神奇数字是10代表10周或是10个月，你就会看到成功，你就会感觉成功，你就会知道成功其实就即将要实现，即将要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心中所期待的事情啊，它会在10个月内，或者是快的朋友是10周，你就会看到，即将要开花结果，这件事即将要成了，或者说这个金流即将要被启动，即将要开通，或者是说，好在10个月或10周之内，有些朋友好事发生，好事降临哦，可能感情上有好消息啦，或者说感情上要进展到上一个阶段啦，过去曾经好吵架的这个伴侣啊，这个误会啊被解开了等等的，或是你在工作上一直等待的这个职缺哦，非常适合你量身打造的这个职缺出现了，而且你是去争取可以获得成功的，你可以去争取你心里的这个职缺职位，让你美梦成真的讯息即将要降临。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连接到大家的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拜拜。